大家对圣斗士星矢游戏最有记忆的肯定是红白机这2款，黄金传说跟黄金传说完结篇这2款以前看我哥玩过无数次，他们每次玩都会先进去点能力的地方，然后按斜角的方向，有标会跑去奇怪的地方，然后能力值就瞬间爆表，一拳把人打爆，说这个游戏很难，只能这样玩。2代都打密码破关，一开场小宇宙跟体力都999，第7感也是4个9。后来我会跑去试试看这2款，1代真的很有趣，可以透过暂停里面的移动指令到不同地方去打小怪变强跟推进剧情，可惜当时12宫没有做完。2代直接从12宫开始，每关改成很熟悉的横向卷轴关卡，走到抵达黄金圣斗士。这时改成下指令的方式对打，我还记得要在角色摸头的瞬间按左右移动来靠赛躲掉对方攻击。后来吃饱太闲，练到可以不打密码破关。1、2代都被称为鬼畜难度的经典游戏，可惜这次做影片的时间非常吃紧，以后有充裕时间再来讲这2款。这次要讲出在 PS2 上面比较冷门的圣斗士游戏《圣域12宫篇》。最早我先玩到的是隔壁这片冥王黑帝斯12宫篇，也是以后再讲。光碟封面蛮特别的，喜气洋洋的红色配上星矢的图案，放进 PS2， 跑完该跑的厂商 logo， 接下来你一定跟我一样，感受到满到爆棚的诚意。这个诚意足到我在前几天实况吃到东映的画面版权，它画面做到像到被误认成在盗播动画的 OP， 他们用游戏的模型做出一样的 OP， 放一样的音乐，开头直接情怀杀。游戏模式没什么好选，基本的1、2P 对打跟打电脑，不能选的问号模式，剩下黄金12宫能选。这是圣斗士星矢前期最经典的篇章，没看过真的推荐要看看。圣斗士星矢介绍起来是很好笑的老动漫，我几乎没听过有人用正常的方式去形容5个主角的性格，谁谁谁很热血，谁谁谁很善良，没有。老熟人都叫他们5小强，因为5个都打不死，生命力极为顽强。子龙动不动就会脱衣服，明明圣斗士穿圣衣才更强，只有他脱衣服反而更强。冰河快打不赢会喊妈妈，喊完变更强。顺是5个人里面最动不得的，只要有人把他揍个半死，哥哥就会现身帮打。原本说好江湖规矩1挑1，挑一挑突然变1挑2，所以5小强总是只有出现4个的原因在这里。星矢就是沙之企业的储备干部，被炸最干的那一种。神户沙之是他们要守护的雅典娜女神，只要5小强被打倒，心中还有一丝小宇宙，就会出现冠老板必学金句。你不是还有生命吗？他们就会再度爬起来为雅典娜奋战。这就是圣斗士星矢。非常有趣。不过继续游戏内容之前，先进一段60秒的广告。圣斗士星矢正义传说迎来5周年，这次他们角色池出了一个我认识的角色，冥王神话 LC 版本的处女座黄金圣斗士阿士弥达，听说非常强大，人手都要有一只的强度。在原作中，他为了制作念珠而牺牲自己，是很多粉丝心中的意难平。他的实力已踏入禁神之境，他的技能不仅能掌握战场因果，更能对敌人施加无法挣脱的压制，是当之无愧的顶级战力拼图。这是一款用 3D 模型打造圣斗士的放置型手游，可以自由选择上场的圣斗士，再根据关卡属性去组合你的队伍，一共有水、火、风、土、光、暗6种星象，又有分攻击、防御、念力、刺客4种类别，非常多，所以可以收集很多圣斗士。福利也是至今最猛的一波，活动期间从2月4号到2月13号，天天有上百名圣斗士给你自选，回归玩家、新手玩家不用愁，超强光暗角色直接送，核心阵容迅速到位，还有绝版5周年专属头像框以及称号聊天框，参加活动就送你。其他海量福利爽拿不停，5周年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，现在是回归游戏和入手游戏的最佳时机。我刚刚是不是被幻龙魔方拳打到了？游戏从黄金12宫开始，前面一大段初期的篇章都跳过了。沙之遭到白银圣斗士的暗算，身中黄金剑，12小时内要找教皇亲手帮他拔剑。之前先玩比较晚出的冥王12宫，印象玩完的时候感觉还好，大部分都忘了，以为这款更早出的应该还好。完全没想到，不玩不知道，一玩吓一跳。每个剧情过场都猛到，我以为真的在看圣斗士星矢。光前面这段星矢打金牛宫就精彩到不行，大部分
闯宫的公式剧情是这样，一定先给黄金圣斗士表现一招的机会，然后每个都强到不行，主角方被吊打，星矢被黄金号角打到很绝望。哇，这就是青铜跟黄金圣斗士的实力差吗？这时他才想起师父教过他的聚合斩理论，刀一出鞘就要致命，把这个想法套在拳上。阿是不会一开始就想起来哦。再对金牛座使出天马流星拳，这次黄金圣斗士一定就要放海，自信满满扛下这一招。就是这种傲慢跟自信才这么好看，扛到一半又怎么好像比刚刚更强，马上被打脸。画面出现的天马流星拳超有震撼力的，每一拳都打在摄影机上面。阿尔迪巴朗发现星矢正在领悟第七感，星矢一个开挂大顺风，马上对阿尔迪巴朗邀请对战。剧情断在这，来一场健康的格斗游戏，真的很好看。这款最好玩的地方就在这了，太详尽的部分先不讲，其中最精华、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被打死会出现"你还有生命啊"这个画面。哇！感谢倒卖倒税订阅1年了，非常感谢！干你啊！这个痛苦当然不能只有我玩到。起不来了啦，怎么可能起来？起不来，起不来！又倒地了，又倒地了！真的好玩，必玩！打完继续演完剩下的剧情。所以这款最大的卖点就是用当时的 3D 技术再重新诠释一遍剧情，几乎所有重点都有演到，还是原班人马全程语音，真的非常满足和怀念。最后还弄个下集预告，音乐一模一样，搞得超像在电视机前面收看《圣斗士星矢》，怀旧感做好做满。这边问你要不要记录，又是一个梗，因为每次读档就在播那个像到被盗播的 OP， 难怪做这么用心。大概有15个存档点，所以会播15次。如果格斗评价打得够好，有白银圣斗士以上，可以多打下一关的杂兵战，打完一样跑剧情过场。这游戏模式大概就这样子循环。难得重温一遍，一定要看子龙脱衣服啊，还有冰河喊妈妈。连顺有这一段我都忘记了。子龙用天秤座圣衣的武器帮冰河破冰，结果冰河的身体还是冷冰冰的。顺决定用他的小宇宙来帮冰河取暖，那个脚还抬起来，这是怎样啊？这边有得奖，没看整部白看。又看了一次师徒对决，冰河感谢卡缪老师所教他的一切，两人用曙光女神之宽恕对射，射完之后两个人都尽力倒下了。子龙带着修罗一起变太空战士，当初使出庐山抗龙霸，我感觉应该是什么强招，靠要怎么往宇宙飞？原来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招式，这是足足飞了1分钟这么久。一挥打萨卡，故意弄一个很还原片尾的片段。这种动漫改编游戏，尤其有看过，每隔几年再回来看，都会各种感慨，跟激战一样，心里都会笑说，会不会哪天这个东西突然变文化财？虽然一定不会，但心里已经是了。越来越多已逝的声优都只能从以前的作品去找回来。打完第1轮，第2轮开启4个剧情分歧点，其中有一段剧情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游戏原创还是漫画补完，因为我以前只有看卫视中文台播的。迪斯马斯古要来暗杀吴小强，结果杀气太强，被木察觉到，最终迪斯马斯古被木挡下来。这是白羊宫的分歧剧情。另外还有狮子座、天秤座、射手座各多一条原创剧情。守护狮子宫的人改成一辉，他被打中幻龙魔皇拳，艾奥利亚没事。所以一辉到底是怎么有办法先进教皇厅的？这个梗大概是出自于冥王黑帝斯的极乐世界篇，漫画在91年左右已经画完了。吴小强的圣衣在战斗中已经被破坏到连渣都不剩，照个人借衣服来穿。这时一辉穿的就是狮子座圣衣，又可以多卖一组模型。天秤座突然无缘无故冒出铜虎老师，子龙还不知道他是谁。铜虎老师要测试子龙的实力，打完还是不说自己是谁，偏要让子龙猜猜，就像是一场梦，打完又变回圣衣。
射手座比较老梗，星矢穿上内定的射手座圣衣，跟假的自己打一次作为圣衣的考验。打完还说想穿着这套圣衣一路打到教皇厅，结果莫名其妙被拔下来。所以这代可使用的角色有彻底收录12个黄金圣斗士，再加魔灵跟夏伊娜，还有白银圣斗士的米斯迪。夏伊娜比较麻烦，要第2轮打狮子宫的正常剧情才取得，这时可用角色会来到21人。打完12宫所有剧情，之前的问号模式终于解锁，开箱就是幻龙魔皇拳模式。这个模式很特别，要反过来扮演教皇，决定派谁去守12宫，对面打吴小强。画面显示等级1，我感觉哪里怪怪的。那个伤害是怎样？靠背哦。TG 喜欢哪个圣斗士？我现在很讨厌圣斗士，我没有喜欢的圣斗士，我现在很讨厌圣斗士。这时候打他3下的扣血量，这是他打我1拳肚子的扣血量，真公平。你们以为是魔灵的问题吗？不是，连木也被打成孙子。到底谁才是黄金圣斗士？对面吗？被子龙的庐山升龙爸妈升到都快要叫他爸爸了。我打他1滴，他打我半条，真公平。他们离职员工里面肯定有吴小强的黑粉，他们希望更多人堵烂吴小强。全面还会播放吴小强的破关画面，超靠北的。些画面直接发生爆破，现在要打赢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大绝100%被反按回去，对波绝对按不赢。先出手几乎又会被完美防御，被反打一套雀反。你打他3拳，血条没什么动，他动你1-2下你就爽到快升天，只能靠堆尸体的方式耗他们的血量跟复活次数。已经爬起来3次，他们怎么好意思叫人打这个东西打3次？好不容易快打死了，还要死人在那边帮补血是怎样？干真是靠背补血啊！干他妈，我真的是掐死那只雅典娜，操他妈的！让你感受到吴小强是多么可恨的模式，真的。会被补太多，哇！如果你看我被虐得很惨，好奇到也想来体验这个超好玩的游戏，我建议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先去千日战争打电脑，拿10连胜会获得钢铁圣斗士槽。第二，打黄金12宫5阶关可以中断记录，会获得钢铁圣斗士翔。我还以为是原主洛克人的粉碎人，我对钢铁圣斗士完全没有印象。查一查才发现，原来在 TV 版的25集登场过。钢铁圣斗士在吴小强霸凌模式似乎有特殊功用，但我不确定对不对，因为这游戏已经老到几乎快找不到攻略，这是我的经验谈而已。选钢铁圣斗士有很大几率获得经验值加倍，不管打输打赢，只要有经验加倍，原本大概5场升级，直接变1场升1级，超有效率。第三，去幻龙魔皇拳输入秘技，在读档的地方输入下左上上下上，按住正方形再按三角形，出现音效代表成功，可以用名1版的吴小强，还不错用。这5个里面只有1灰是垃圾，其他4个都算墙角。然后当10小时的沙包，等级练到50，原本低等级都不太给 buff， 现在 buff 猛到都乱给一通啊，上面一整排都强到很离谱。什么血变2条，自动完美防御，气无限，被打到没血还自动补满血，每场还重算。这模式还可以用狗兜抛啊，开战前消一点能量扣对方的血，或是补自己的血。最实用的就是这个时空大歪曲，大幅降低对方速度，然后开始玩一些没水准的连段，顺直接用锁链一直甩人家脸就赢了。被顺关厕所直接宣告不治，完全下不来。轻攻击4下再按圈圈可以把对方接到死，只有钢铁圣斗士可以，对方只能爆气节，但是要1气以下，1气以上出拳，1下会变2下，把人推太远。还有其他正常的鸡巴脚，手推白羊座木，绝对是当之无愧啊！星光灭绝强到根本无敌，对手过来把他震飞，又可以继续爽发，超无耻！沙加最白痴，一直按圈就赢了。从结印开始到结印完，整个动作都是无敌的，不愧是最接近神的男人。米罗轻攻击打完带深红毒针，还可以挖地瓜，直接半条血不见了。
卡妙连段再按个圈，可以定住对方，再重新接一套，接爽了这样束光女神之宽恕收尾。我超爱束光女神之宽恕这招，超有魄力。行死摔人可以接天马流星拳，射手座也可以，打12宫非常好用。这游戏只要能轻攻击或是摔人带绝招，毫无疑问都是强角。剩下都是一些气功偏强的角色。艾奥利亚重攻击3下带等离子光束拳，铜虎重攻击破防带庐山百流霸，修罗4下轻攻击按圈圈，完美闪避直接出 Excalibur。剩下没提到的都是蛮难用的，一回是垃圾中的垃圾，看那可笑的凤翼天翔，慢到可悲，到底谁会被打到？这游戏还有1、2、3气的超大绝，但是几乎只能裸放，放了又一定会被高难度电脑推回来，超级不实用。但是真的很帅，配音跟音效也是听得很爽。可惜这游戏的受击框跟判定框真的蛮鸟的，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无敌帧。你以为是雀反，然后手摸下去就是没打到，然后常常发生各种奇怪的穿模。这点在冥王12宫有大幅改善，把这项格斗游戏的系统持续做到完美的是《圣斗士星矢斗士之魂》，可惜它在 Steam 下架了。这款必推给《圣斗士星矢》粉，集大成之作，从黄金12宫收录到黄金魂，它是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一作。狗斗 Power 还有一些搞笑绝招，动员10个杂兵打人，扣一点点血；动员1000名杂兵，还没打到人家就快升天了。最后一招幻龙魔皇拳，光看说明就知道屌的，只有教皇才能使出的传说魔拳，在这项招式面前，无论是多强的圣斗士，都只能屈服在教皇面前。直接送对方下去，可惜没有经验值。打完吴小强，有属于教皇统治圣域的结局。萨卡拿到雅典娜权杖，雅典娜跟吴小强确定死去，这是心死不会跪下的平行世界。通过幻龙魔皇拳得到钢铁圣斗士大帝。这模式最后还有一个秘密，差点忘记讲。战斗中直接投降，有机会获得最烂的战斗评价乘4。他是纱织小姐的管家，负责打嘴炮的，这也被包含在收集要素。幻龙魔皇拳等级50级，或是收集率完成 90%， 会给银河擂台地图，每完成 10% 都会有个奖励。如果要彻底完成幻龙魔皇拳的收集要素，要用每个人打赢吴小强任何一个人2次，才可以完全收集声优图鉴。这里面有超级多的怀旧物可以看，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当时的玩具跟卡片，而且每一个品项还附上实拍，相当珍贵。对我这种从来没看过的人是非常新鲜的事情，我完全无法想象那时候的算是 PVC 吗？居然是这么的方方正正，然后一路进化到现在各种巨乳美腿。我没有收藏圣斗士周边，太贵了。我在打幻龙魔皇拳收集完成要素时，翻巴哈精华区的连段攻略，发现这款有一个重大的秘密，这游戏竟然有隐藏的第13宫，条件非常严苛，完成率 90% 以上。第1、第2个分歧剧情选第1项，第3、第4个剧情选第2项。这样选是为了能打到所有的黄金圣斗士，每一关评价要白银圣斗士以上，最后还要无接关条件破关。另外有人说不建议选简单，说杂兵战会变得非常难打。我当然不信邪改简单啊，然后被打成猪头，杂兵突然都变成黄金圣斗士，各种神闪避跟超级高的攻击意识，好像在唾弃你。为了打隐藏关卡，居然敢给我选简单难度，还不打死你这个王八蛋！所以我还是乖乖选回普通难度。普通跟简单的杂兵战完全两样型。评价其中有一项很暧昧的项目叫做勇气，这个项目怎么样都拿不到高分。后来灵机一闪，勇气搞不好就是冲刺，然后就每一场都反复横跳40次，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无助又很智障。还好被我猜对了，勇气把把都拿 A， 评价终于稳定了。花了3小时，总算全都打到白银圣斗士。再打一遍跑完动画，结果回到标题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一直在想，该不会是因为跳过白羊座的新手教学，所以不算打到所有的黄金圣斗士。结果打完之后，多一场金牛座的杂兵战，3轮没打到，我又重打一遍白银评价，结果最后还是回到标题。我当时很无助，因为游戏过于老旧，攻略的资料越来越少，条件都办到了，我已经想不到哪边还有可能没做到。幸好热心的聊天室帮忙找答案，
最后美国玩家那边一致的说法是，破关后随机出现，评价越高越容易出现。我第一次听到隐藏关卡是随机出现的，有够扯。所以我学乖了，打赢沙卡之后不再记录，乖乖重复打到有为止。然后，干出现了，终于出现传说中的第13宫，守护这宫的人就是蛇夫座夏伊娜。心思很幽默啊！你该不会是被教皇的幻龙魔皇拳打到吧？夏伊娜只能叹气驳回，于是拿下面具。镜头很故意，怎么样？就是不给看一下夏伊娜有多正。以前的女性圣斗士有这样的设定，如果被男生看到面具底下的脸，只能杀死对方，或是爱上对方一辈子。之前星矢已经看过夏伊娜的脸，而且夏伊娜也跟星矢告白过了。有一个这么好的女人不选，天哪！是我早就选夏伊娜了。星矢准备接受制裁。另外，刚刚子龙背着舜，冰河不在。按照13宫的排列顺序，蛇夫座在天蝎座之后，射手座之前，所以冰河应该在天蝎宫被米罗摸摸，舜正在暖暖包后遗症。可惜夏伊娜穿上黄金声音，跟星矢穿上射手座声音没有两样，完全没有新招，只是换皮而已。而且夏伊娜的性能不强，被雀反的招式有点多，像这个朝天腿就是败到不行的败招，只好不忍心用天马流星拳毒打他。星矢把人打上来，跑过来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夏伊娜吐槽他讲这一句很有趣。他告诉星矢，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，星矢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不要再停下脚步了。在刚刚战斗的时候，胜负早就注定了。说完就挂掉了。蛮意外，这是一个让人开心不起来的隐藏剧情。还好不是动漫剧情嘛，做出来被人家骂死，纯粹是收集要素用的。这些就是 PS2 圣斗士星矢生于12宫篇所有内容了。剧情过场跟音乐极其怀旧，内容在当时算很丰富，可惜格斗鸟一点。这是一片好游戏，真的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感谢看到最后的你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帮忙分享给你的圣斗士朋友一起看，这对频道有很大的帮助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你也感觉到小宇宙了吗？